大家好，我是阿信助教，今天要来为各位说明电池的电量要怎么计算。另外呢，我会讲一下有一些电动手工具，它们是电池驱动的，如果要把它们改为插式电，到底可不可以呢？最后我会用实例来说明动力电池跟储能电池的差别。现在不管你用什么电池，小到手机，大到电动车，大家都想要知道电池还有多少电。一般有两种方式，电压法跟库仑法。电压法它比较简单直观，由于电池放电的过程当中，电压会缓缓下降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观察电压来推测电池还有多少电。这个呢，我实际有做过测试影片，里面包括碳性电池、镍性电池、碱性电池、铅酸电池，全部都有做。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考右上角的影片。那另外一种方法呢是库仑法。它就是去测量放电的电流，然后呢，沿着时间轴对电流做积分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电荷量。所以这个呢，就叫做库仑法。这个方法会稍微复杂一点点，但是呢，会比较精准。现在的笔电、手机、电动车应该都是用库仑法，或者是把电压跟库仑法两种方法合起来用。基本上不同的厂商它会有不同的 know-how 在这个上面。电池经过充放电的测量之后，我们就会知道它的容量有多少。基本上每次电池只要经过一次这样充放电的循环，系统就会把没有电的状态设定为0%，满电的时候定为100%。那充电的时候的这个百分比呢，就称为 SOC（State of Charge）。随着电池的老化，容量会变小。那你可以想象有一个池子底下堆积了很多渣渣。那0跟100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，于是呢，你就会发现电池很快就充饱了，但是也很快就没电了。这个时候，它的容量跟原始的容量相比的话，这个比例就称为 SOH（State of Health）。所以呢，一样是100%的电量，使用的时间越久的电池，它的容量就会越少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买电池是不是只要买容量大的就好了呢？反正电池是装电荷的容器啊，当然是越大越好。其实不太能够这样思考啦，因为容量是静态的特性，其实我们还要考虑到动态的特性也就是瞬间放电的电流。为什么要考虑这个？因为在某些应用里面，例如马达，它在启动的瞬间需要吃非常大的电流，所以电池要在极短的时间之内生出电流来，否则马达是转不起来的哦。偏偏瞬间电流跟容量是两回事，意思就是，就算电池的容量大，也不代表瞬间的输出电流也大。另外像 3D 显示卡也有一样的问题哦。如果画面中需要渲染的素材过于复杂，那么电源供应器的电流是有可能来不及支援前线的即便是 PC 没有容量的问题，但是它还是会因为电流来不及供应而贫血宕机。当你事后再来检查电源供应器的时候，它又好好的，所以电源的瞬间电流要够，系统才能够维持运作。跟各位讲一个故事我有一台电动手工具，就这一支啦，它是吃电池的，这个是镍锌电池。有一天呢，这个电池故障了，没有办法再充电了，所以我就想，我可不可以直接把一般的这种 adapter 呢，因为它是 AC 转 DC 嘛，我把它直接接到我的手工具来，这样子我就不用再接电池啦。虽然说呢，这个后面会带一条尾巴，会有一点丑，但是呢，我并不在意。那要让这个手工具转起来，应该就是要看我们的电流够不够，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电流。来，各位看一下，它这个电流写输出4安培，这看起来好像够用啊。这一个手工具应该也不会吃多少电吧？4安培我猜应该是够用啦，所以我就打算去试看看的。那我还真的去做了哦。当时接线的方式呢，就是现在各位看到的这样子。那各位可以猜猜看当我把这个手工具的扳机按下去的时候呢，马达到底是转得起来还是转不起来？我现在呢就实际测试给各位看。我们现在把这个扳机按下去哦，1、2、3，按下去，哇，它只转了一下子而已。然后之后呢，就像各位看到的这样子，走走停停的，有没有？那这明显就是跟预期的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马达在启动的瞬间需要吃超大的电流，也许是20安培啦，这个是我猜的，它并没有规格写出来。那这个电流门槛要跨过去之后，马达才能够转得起来。但是这个 adapter 的上限它就只有4安培啊，所以明显是电流供不应求。因此呢，这 adapter 里面的输出电容，它里面储存的这个电荷，在我扳机按下的这个瞬间就会被消耗殆尽。
造成这个输出电压会急剧下降。那原本储存的电荷呢，就只够让马达起步而已，就转那么几下。那剩下的电荷跟电压并没有办法维持马达的持续运转，所以马达它怎么样，它就又停下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 ，adapter 的电容呢就继续充电，等到它充到一定程度之后呢，才能够让马达再转那一下。但是它一转呢，电荷就又用光了嘛，所以呢就这样子循环就走停的。因为呢这个电源供应器它就是不够力啊。但是呢，如果我的扳机不要一次压到底。我如果是慢慢的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马达是转得起来的哦。我试一次给各位看，来，我们慢慢压，慢慢压，再压，再压，压到底，有没有转起来了？对不对？好，慢慢压就转得起来。好，来再一次哦，慢慢压，好，慢慢压就转得起来。如果压很快呢？压很快就跟刚才一样，所以这就表示说这个 adapter 它其实是可以支援马达持续运转啦，但是就没有办法支援马达起步，那个瞬间电流太大了，它没有办法，它的电荷没有办法一次就支援那么大的瞬间电流。其实如果说慢慢按这个电动工具还是可以用，只是就很难用。那实际要施工谁会跟你慢慢按啊？当然是一次啪就给它按到底了啊。刚才各位看到了我利用一般的 adapter 示范的电流供不应求的情况，让电动手工具发生贫血，因此呢，它会走停的。现在一样的实验，我改用这一台1080瓦的仪器级电源，它是固伟的 PSW 电源供应器，电流上限可以到达40安培。重点是它补血的速度非常快，毕竟它是仪器，而且呢瓦数高。那现在各位看我一样是设定12伏特4安培。电压、电流都一样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把输出先启动，然后呢，我把机器转过来给各位看。我们把机器转过来，好，这边是正极，然后这边呢是负极。那等一下我就直接把这个按钮呢，就把它按到底了来，我们要来按哦，1、2、3。有没有？马上就直接转起来了，完全是满血工作，没有发生走停的现象。所以瞬间电流的特性就决定了马达是不是可以顺利运转啊。那至于马达为什么会在启动的时候吃掉大量的电流，以及呢电源系统是怎么样利用控制回路补足瞬间耗电之后的电流，那这些东西呢，各位可以参考我右上角的影片。所以经过这个实验，我当时就马上理解到瞬间电流的重要性啊！原来电动工具用镍氢电池，是因为它可以瞬间输出大电流啊！现在锂电池的电动工具已经非常普遍了，表示锂电池已经跟镍氢电池一样，在瞬间大电流方面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。这种可以瞬间输出大电流的电池，像是电动工具的镍氢电池，或者像电动车用的锂电池等等，我们就称为动力电池。而手机、笔电这种相对温和的电池，它有可能是用输出电流较小的锂电池作为电池的材料，那这个我们就称为储能电池。由于动力电池的瞬间大电流特性，它也被应用在汽车电瓶上。因为启动马达在启动引擎的瞬间会吃掉将近200安培的电流啊，这个是我有实际测量过的哦。如果我们把铅酸电池换成锂电池的话，我想呢，汽车电瓶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变。因为锂电池它的能量密度很高，所以呢，电池体积就不用需要这么大了，而且呢，重量也可以下降。当然啦，汽车用的动力电池还有许多其他条件要满足，例如要能够快充，最好呢跟油车加油的时间要相仿才可以。最好呢能够充5分钟呢就可以吐龟呆完，还要能够耐热，因为马达在运作的时候本来就会发热，然后呢，台湾的夏天更热。要做出可以在高温下还能够正常运行的锂电池，那就很重要了。一组电动车的电池动辄400伏、800伏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电池在出厂的时候一定要做过测试。但是电池是化学反应，它里面又没有电路，那该怎么测试呢？电池的测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哦，它需要一些特殊的仪器来做测试，例如你要有电源供应器、电子负载，或者是
把这2个合并起来的东西叫做双向电源供应器。那这些设备呢，通常会在专门测量功耗的实验室出现，一般的通用实验室啦，比较难看到它们的踪影。如果呢有很多电池要测试那你还要另外有一个测试系统来统筹管理。那这些仪器跟系统呢，其实都很有趣。我们下一集呢再来聊。别忘了要记得订阅石头派电子实验室哦，拜拜。